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我们今天来进行的是这个 Thursdays with Dustin 的第8集。OK，就是我们的这个今天要回到 CR 身上。好，我们要回到了就是逻辑题，然后呢来跟大家探讨一个就是逻辑题里面大家都很困扰的题型，叫考古学类型的题型。OK，好，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就是说今天可能会出现什么所谓的这个就是某一个古物，或者是今天说某一个这个就是遗迹，好，里面发现了什么东西，好，然后呢跟你推说这个东西可能是什么年代，或代表说这个文化是什么样的类型，这样子。OK， 这个我们统称为考古类型的题目，这样子。好，那这种题目我相信大家一定觉得很烦人，对不对？一定觉得很困难。好，很多时候就是碰到它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很多人都跟我反映说，考试的时候最怕遇到考古类型的题目。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今天考古学的题目对你来说是困难的，对你来说是麻烦的 ？OK， 好，其实追根究底，就是因为这几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因为它今天可能有很多年代，可能有很多地点。好，比如说今天一下子1920，一下子1930，一下子13世纪，一下子12世纪，甚至还有西元前，对不对？好，然后再来就是它可能会有就是 A 文化 B 文化，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些文化你过去都没有看过。如果它今天考的是唐朝、宋朝、清朝，你可能还有一个年代顺序的差别，还可以具象化一下。好，可他今天考你的是什么希腊文化啊，好罗马文化啊，这些字在你眼里面看来就跟生物的这种题目是一样的，对不对？就是说一堆拉丁文啊，好，那你看不懂的这种字这样子。好，还有就是什么？通常在这种题型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资讯是比较零散的，对不对？好，比如说他今天可能一下子就给你说发现了什么古物，接下来跟你讲说这个古物又跟什么东西有连接，然后最后跟你讲说只有这样我们可以推出来说当时的文化是怎么样的？因为发现这些资讯不像是我们生活中的逻辑一样，是因跟果之间是非常非常直接的联系。好，它可能中间只有相关性，它却没有因果关联。OK， 好，没有一个先后顺序。所以今天年代多、地点多、专有名词多、资讯好资讯的连接只有相关性而没有因果连接，这个零散的这些资讯会导致我们今天在做考古题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整合，很难去推理这样子。OK， 好，但我现在想请各位做一件事情，就是请你回归本质。什么叫本质？就是考古类型题目，你就把它当成是什么？当成是一个考古学家在对你说话，他跟你讲，你看我发现了什么，然后呢，我的发现可以证明了当事人怎么样的，好，或者是你看我发现了什么，我可以证明说当时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情况。好，今天呢，好，虽然这个题型可能会有削弱，可能会有加强或假设或评估，但你要记得，削弱、加强、假设、评估，它们背后的源头都是什么？都是批判式的思考，叫 critical reasoning。OK， 好，也就是说，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题型，就是先去找漏洞就对了。好，就是如果今天是削弱题呢，当然就是漏洞本身就是所谓的什么，就是所谓的削弱题的答案。好，那当然如果是加强假设，不就是把这个漏洞补起来，对不对？好，那评估的话就是把这个漏洞变成一个问句，变成说是不是有这个漏洞，或者是这个漏洞的这个严重程度是不是如我们想象中这么大这样子。好，所以今天不管是哪一种题型，我都是先把它回归到什么？回归到所谓的削弱题 ，OK？ 因为毕竟这个科目叫什么？这个科目叫 critical reasoning， 它是要考你批判式的思维这样子，请你注意这个 critical。好，所以今天我们回来就知道说，不管今天是什么样的考古题，我们都要维持一个原则，就是你想象一下。今天你要怎么样去抓考古学家的漏洞？你要怎么样让考古学家一句话就愤怒 ？OK， 好，就是你要怎么样激怒他，对不对？好，那其实你知道吗？有2种方式可以让这个考古学家愤怒，对不对？好，第一种方式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你兴高采烈给我看一个证据，我直接跟你讲，你的证据实在是太少太烂了 ，OK， 我不认同你的证据 ，OK， 好，所以通常我们会说什么？会说第一个，你的证据量不够，好，就是说你今天收集的这个证据，其实呢只是部分，不是全面，可能还有更多其他的证据你没有发现，所以你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一个结果，这样子，好。或者跟他讲说你的证据本身怎么样呢？其实太烂了，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证据保存的不好 ，OK， 好，或者说你的证据曾经被人家变造过，曾经有改变过，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证据不能够证明你的结论，这样子 ，OK， 好，这个时候考古学家就会生气，对不对？对吧？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去挖了这个东西出来，结果你跟他讲说你挖的不够多 ，OK， 你挖只有一点，谁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对不对？或者是他今天挖这个东西出来，才跟他讲说不对哦，你挖这个东西是假的哦，这个东西好像不是那个年代的东西哦，或者是这个东西怎么样呢？保存的并不好 ，OK， 好，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打脸他，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方向就是什么？针对证据本身的代表性，好，就是证据的量有没有够。或者是证据本身有没有经过别人变造，或者是在这段时间之内有没有就是改变过 ，OK， 好，你可以直接去反驳考古学家的论点，这样子。好，那第二种方式就是什么呢？也许你今天知道
这个没办法，就是他的证据的确是真的，他真的给你很完整的证据，他给你了很多很多的鼓舞，然后呢，代表性是够的，他也跟你讲说这个证据怎么样呢？已经确定是什么？确定是就是没有变造过的。OK， 好，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还想要反驳他的话，很简单，你就怎么样装傻？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看不懂你的证据跟你的结论 ，OK， 有什么关系？好，为什么今天你说拿一个瓶子就可以推到说当时人是怎么喝水的？有可能这个瓶子不是拿来喝水，对不对 ？OK， 为什么今天你拿一个壁画就可以推出当时人们的生活，对不对？有可能这个壁画上画这些东西都是当时人们的幻想，不是当时人们生活的形式，它只是画什么？只是画故事，它不是画当时人们的这个纪实这样子。好，这个时候你就是干嘛？去装傻，说我看不懂你这两个东西之间的关联。就算我承认你的证据是对的，但是我不认为说你的证据跟你的结论是有关联的，有可能有其他的可能。好，那这时候通常就是什么？像他因，或者是你跟他讲说不对啊，这个证据我觉得时间不一定一样，地点不一定一样，这时候都可以去把考古学家激怒，意思就是他已经很认真的找了很多的证据了，他已经很认真的就是确定这个证据真的是如当时的东西是一样的 ，OK， 好，就是等于说保存程度是完好的，但你却跟他讲说，这时候就之间没什么关联，这时候他也会生气，对不对？好，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最直观的要怎么去反驳一个考古学家，非常简单，要么就是跟他讲说你的证据不完整，太少太烂，要么就是跟他讲说，虽然你的证据是完整的，但是你的证据跟结论没有必然的关联。好，用这两个方向去想，好，你就会发现答案呼之欲出了，这样子 ，OK， 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实际上的题目会长什么样子。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一题。好，然后我们来看原本的地方。好，你看原本的地方说什么？说今天呢，好，在这个就是某一个地方，对不对？好，在某一个这个山洞里面，好，发现了什么？发现了这个就是当时拿来当做笛子的什么？就是一个就是碎片，上面有4个孔，对不对 ？OK， 好。然后接下来跟你讲说，这4个孔完全对到什么？完全对到是这个现代音阶、现代7声音阶里面的这个3到6孔，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这7个音阶，完全对到这个什么？从咪一直到 C 这4个孔这样子 ，OK 好，一直到发这4个孔这样子，好，所以最后呢，证明说什么？证明说其实当时就已经有7个音阶了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来想想看，今天我们用刚刚那2个方向，我们可以怎么去讨论 ？OK， 好，第一个方向是什么呢？第一个方向还记得吗？我们说什么？我们说你的证据不完整，太少太烂了。好，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今天你只发现了4个孔？好，但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你完全没有发现过其他的孔，你怎么能够证明说你有7声音阶？你只有发现了这个就是哆来咪的咪到发，但问题是搞不好今天这个笛子本身好怎么样呢？它完全没有其他的孔，对不对？好，完全没有其他的孔，就是好，其他音它都吹不出来，你只能证明说它有4声音阶，不能证明它有7声音阶这样子。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完整。OK， 你的证据只有一部分，你无法推到全体这样子。好，那当然你也可以说什么？你也可以说今天你的证据量不够。好，你只有什么？你只有一个碎片，你就跟我讲说当时的这个古人就已经发明出这个系统，有没有可能今天怎么样呢？这个碎片只是碰巧出现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OK， 有没有可能今天这个碎片是别人带过来的？好，别的地方带过来，不代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人有这样的东西，这样子。OK， 好，来。那再来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什么？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今天你的证据跟你的结论没有什么关联，就是说今天这个上面的孔根本不是拿来吹笛子的，根本不是拿来怎么样，不是拿来吹音乐的，它可能打这个孔是为了干嘛？为了排水。所以今天呢，你不能说用排水的孔来证明说今天它一定是用来当时有完整的音乐系统，有可能这个孔根本不是拿来去吹音乐的。OK， 好，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有2个方向，对不对？好，第一个方向叫什么？第一个方向叫做今天好，我们这个孔只发现了一部分，我们没办法发现全部，所以你的证据是不完整的，因为你说你只有什么？你只有 fragmented。OK， 好，然后第二个方向就是什么？第二个方向就是今天你的证据跟你的结论没什么关联。好，你的孔不能代表说今天真的是拿来干嘛？发展音乐的。当然，这个题目里面呢，我们第二个方向是不能用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跟你讲说这个东西就是笛子了。OK， 好，他已经跟你讲这东西就是笛子了，你就不能再想说它本身是用什么样的其他的作用这样子。OK， 好，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有了方向，就是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证据量是不足的，我们只有3个孔，只有一部分。好，我们能不能找到更多的有完整证据的东西？这样子。好，当然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题目是 support 题。好，你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题目里面，对不对？
好，我们先来看这5个选项，请大家花一点时间。好，你可以按下暂停来看这5个选项。好，那当然你可以看到，我们先来看这5个选项。好，首先我们先知道说我们今天要去加强，对不对？好，然后我们看第一个选项 ，Bones flutes were probably the only musical instrument made by Neanderthals。好，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他今天在跟你讲说，这个东西它是唯一的唯一的乐器，对不对？好，那今天它岂不是自断了后路了吗？岂不是变成说，今天我们没有别的证据，可以来强化说服力了，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时候 A 选项它的方向是相对相反的。我们今天期待看到的是有其他的更多的乐器能够证明说气声音阶的当时的确存在，但是 A 选项就跟我讲说，你只有这种证据了，你没有别的证据，所以它是方向相反这样子。OK， 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 B 选项的地方，还有什么？他说今天在更早之前再也没有其他的乐器是用七声音阶，你看这是不是也是什么？也是方向相反的。我们现在其实要看到的是更多的证据，他就跟我讲说，除了这个证据之外，没有别的证据了这样子。OK， 好，那 C 选项说什么？说今天这个东西是用什么？用熊的骨头做的，对不对？好，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地方呢，的确也有熊的骨头。你有没有发现，他今天在跟你讨论这东西是什么做的，但是却没有跟你讲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对不对？好，你用什么骨头做不关我的事情，你用鸡的骨头，你用大象的骨头做都不关我的事情，我只在乎说今天你的证据跟音乐的连结是什么，对不对？你的证据能不能推到你的结论，而不是你的证据从何而来这样子 ，OK？ 所以 C 选项这是什么？无关选项。好，那 D 选项说什么？说这个东西是最简单的乐器，好，可以去就是做出七声音阶里面最简单的乐器。好，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今天简单不简单，不代表它今天这个东西做出来就一定是七声音阶，对吧 ？OK 吼，好，就是今天呢，就算它是最简单的乐器，但也不代表说今天有这个东西就一定是代表七声音阶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什么？也是无关的。那你看我们的E选项，有没有发现它告诉你说今天好这个好骨头原本的长度，对不对？好，这个骨头原本的长度，它是可以长到去做到什么？去做出一个能够好放出七声音阶的这个就是笛子，意思就是什么？我们能够证明说这个笛子本身，虽然我们今天只看到了一部分的碎片，其中有4个孔，但是这个笛子原本的长度是长到可以容纳7个孔。OK， 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怎么证明？证明说其实我们的证据原本可能可以更完整，这样子。OK， 好，就是可以更完整。所以这时候答案是什么？相对之下，E选项是最好的答案，这样子。好，当然今天这个题目它并没有直接跟你讲说什么，我们又在其他地方发现了什么？发现的就是其他3个孔。如果今天这个题目的E选项，它跟你讲说我们发现其他3个孔 ，OK， 好，可以吹出剩下3个音的话，那这个题目就变成智障题、简单题了。为什么？它直接让你可以直接很快联想到。但是如果今天好怎么样？你看E选项这样写，你会发现它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明，但它至少能够证明说其他3个孔存在是有可能性的，所以最后还是正确答案。OK， 好，所以你要怎么去避免这种就是说好像是这种E选项，它并没有直接讲出来，它绕了一圈讲，它只是去证明可能性，却没有跟你讲说一定有这3个孔。好，那很简单，就是什么？我们在看题目的时候，我们就要先预想嘛，对不对？如果你看题目脑袋空空不想的话，你自然不会去发现说可能的方向可能是我们今天要找到剩下的证据，我们要证明剩下的证据就是这个样本这个证据是有可能变得更完整的。OK， 好，所以如果你没有先想说我们今天要讨论样本的完整性的话，你看到E选项这个地方，他跟你讲说骨头能够长到有可能有剩下3个孔，你就会完全不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东西。但如果你有先想过一遍的话，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要找就是剩下的3个孔。好，那骨头如果能够长到让剩下3个孔有可能的话，我们不用看到它出现，但是呢，只要证明它有可能，就可以怎么样达到加强的那个效果，这样子。OK， 好，来，这就证明了预想方向的重要性。因为剧院媒体高难度的题目的特色就是什么？它不会一步到位的直接跟你讲说我们今天就是让你看到这3个孔出现了，但它会故意绕了一圈，和故意就是往后退一步跟你讲说我们能够证明这个东西的可能性。好，我们更有可能会有剩下3个孔的资讯，这样子，这个时候就已经能够达到加强了，这样子。好，当然如果有更好的选项出现的话，好，相比之下E选项还是会输啦，但是这个题目也是因为其他选项都很明显的是方向相反，
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无关。OK， 所以这个时候一选项相对之下还是最好的正确答案，这样子。好，所以这一题它今天走的方向是什么呢？它走的方向就是说，你要证明我们的证据有机会变得更完整。OK， 好，证明我们今天只看到4个孔，其实呢剩下3个孔是有可能会存在的，这样子。OK， 好，来，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基金的题目。好，这个地方呢，这是一个考试中有人回报的题目，这样子。好，他跟你讲说什么？跟你讲说，根据专家指出，某地区的寺庙的和尚是不能吃肉，但是当时的传统是他们可以吃鱼。可是我们去翻他们当时的这个厨余的残留 ，OK， 就发现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鱼的残骸。所以呢，今天呢，当时的和尚就算可以吃鱼，他们也不爱吃鱼 ，OK 哦。好，那我们今天要去 weaken 它，也就是说我们要证明当时的和尚其实并不是不爱吃鱼的，当时的和尚其实是爱吃鱼的这样子 ，OK。好，来我们来想一下，今天这个题目如果要走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证据不完整的形式，或证据没有保存好的形式，它应该是什么 ？OK， 好，来想一下，厨余中现在留下来的鱼的残骸，真的是等于当时的鱼的残骸吗？有没有可能会证据不足，或者是被变造过？有可能嘛，对不对？比如说什么，今天这个地方的厨余曾经被人家倒到其他地方去，对不对？好，或者是什么，或者是鱼的残骸，它本身是怎么样的？它本身是好不容易留下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算现在看到的很少，但是呢，其实当时怎么样呢？是不少的这样的概念。OK， 好，所以你看这个题目的答案就是什么呢？这个题目答案就是鱼的残骸是可以自然腐烂分解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鱼的残骸很少，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当时不爱吃鱼，而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手上掌握的证据，它其实已经经过变化了。原本的证据其实很多，原本其实有很多的鱼 ，OK， 也有很多的鱼残骸，但是在经过经年累月之下，怎么样呢？好，随着时间而导致什么？而导致今天的证据的保存程度变得不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少，不代表当时一定是少的。所以这个时候答案变什么？答案变成所谓的这个就是好，鱼的残骸几乎可以在自然环境下腐烂分解。OK。好，那你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其实有2道题跟这个就是证据保存程度是很像的。OK， 好，我其实应该要把它放在这个投影片，我却没有放上来这样子。好，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2道题？好，来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如果你是 OGPP 已经做过好几遍的话，我想你应该就是对这个提示应该是很熟悉的这样子。好，那在这边就是让大家回去可以去参考复习。OK， 好，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提示叫做所谓的就是好。近代的房子 ，OK， 好，近代的房子比起老房子怎么样呢？好，就是看起来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工业水平比较低这样子 ，OK， 好，近代房子比起老房子，好，比起老房子，它的这个工业的这个就是 quality 比较低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认为以前的工匠比现在的工匠收益更高。好，那个题目还记得吗？好，可以回去稍微看一下。会去思考一下答案，好，你会发现它的答案就跟我们讲的这个证据保存程度有非常大的关联，这样子 ，OK， 好，那第2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呢，好，我们看到古人的记载是说什么？是说就是古代的这个骆驼 ，OK， 好，骆驼对不对？是有驼峰的，好，古人画的画里面骆驼是有驼峰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发现骆驼的这个 fossil， 好，骆驼的化石。好，不是 fossil， 好 fossil，OK， 骆驼的化石却没有什么，却没有看到驼峰，所以我们认为古人画的这个就是骆驼的驼峰是想象出来的，是假的 ，OK， 好，这道题我相信你一定也有做过，好，所以各位你可以按着这2个提示回去找到这2道题，好，让大家自己去找 ，OK， 好，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这2道题还都是跟谁有关系的，都是跟我们的证据保存的程度有关系的，这样子 ，OK， 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第2种。第2种就是什么？我们虽然知道对方的证据保存是好的，虽然知道他的证据是完整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装傻，去说 OK， 今天你的证据很完整，可是问题是我实在是天资不够，看不懂你的证据跟你的连结的关联是什么。我认为这个证据可以导向很多个结论，不一定是你所讲的这个结论这样子。OK， 好，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它会长什么样子呢？好，来各位，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地方，好。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题目好不好？他说，尽管呢我们不知道某个人的爸妈长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某个人的爸妈是谁，但是我们怎么样呢？知道这个人曾经在156年到157年之间进去过某一间学校，某一个这个裁缝师的学校。OK， 好，那这个 Taylor 不要以为是什么 Taylor Swift，Taylor 是裁缝师的意思，这样子。OK， 好，他说什么？他说那间学校的记录显示说，那间学校
其实好，应该说这间学校是子女学校 ，OK 哦，好，就是说这间学校其实怎么样呢？是收的是裁缝师的子女这样子。好，那我们发现这间学校，好，它有什么？它有3个会员，就是3个会员有可能有一个是他老爸的意思 ，OK。第一个人是什么？当时的这个绅士 ，OK， 好，你就把它当成是什么？当成是这个当时的上流社会。好，第二种人是什么？第二个人是当时的这个就是工会成员这样子 ，OK。第3个人是什么？第3个人是当时的这个 journeyman crossmaker。好，我们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什么 freelancer 的意思，他就是自由接案的这个成员这样子。journeyman 在古代的时候，他就是云游四海，到处这个就是好有过游牧的生活，然后呢到处帮别人接案这样的概念。OK， 好，所以这边有3个人，一个是上流社会，然后一个是正常的这个中产阶级，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底层草根的这个游民这样子。OK， 好，那今天还有什么？这3个里面很明显，最后那个是最穷的，对不对？好，最后那个是最穷的，所以我们认为说今天他一定是这个 Edmond 的老爸 ，OK？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 Edmond 怎么样呢？他当时进学校，他是什么？他是用减免学费进去的 ，OK， 是用减免学费进去的。所以你们发现他今天这个文章里面，他其实有2个证据来推向一个结论，对不对？好，他的第一个证据叫什么？第一个证据叫做当时好有3个人是可能是他的老爸，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证据，一个叫做 gentleman， 一个叫什么？一个叫做就是他的工会成员，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所谓的这个游牧者，对不对？好，然后今天第2个证据是什么？第2个证据叫做所谓的好。就是他是当时是用奖学金好，或者我们说是减免学费进去的，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呢，你要推到的结论是什么？认为这证明了什么样？他是这证明了是那个最穷的人是他老爸这样子。OK， 好，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有2条路可以走。好，我们当然可以走最传统那一条，就是什么？就是说你的证据不完整，太少太烂了。所以这时候你可以说什么？其实后来我们可以发现其他的证据，或者是当时的这个什么，当时的这个学员家长名单其实散失了不少，它里面其实还有更多人是没有被记录到的这样子。OK， 好，或者说什么呢？或者说今天你可以说后面这个school accounting records， 好，学校这个就是学费记录其实是有问题的，其实是不准的。好，你可以从攻击证据来出发，说这个证据其实是错的，或是你的证据其实没有包含完整这样子。OK， 好，那当然第2个就是什么？第2个就是从攻击你的证据跟你结论的关联。OK， 好，你说今天因为他是减免学费，所以他老爸一定是最穷的那个。OK， 这就是他文章里面的逻辑推论。好，我告诉你说，我发现当时他是减免学费的，所以我认为他老爸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最穷。你们发现结论在哪里？结论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Of course, the last was likely the less affluent of the three, and most likely Edmund's father. 然后他的什么 premise， 他用来推的证据是这个地方，说什么？说今天因为他是减免学费进去的，可是问题是有一个考古学家跟你讲说，我发现他当时是拿减免学费，是拿奖学金，所以我认为那个最穷的应该是他老爸。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我听不懂，为什么今天拿奖学金就已经代表家里很穷啊？好，你的证据跟你的结论没什么关联啊。拿奖学金是一回事，减免学费是一回事，但是家里穷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 ？OK， 好，就是有没有可能他今天是真的是因为好很优秀，好很聪明才拿减免学费，对不对？或者是他今天是体保生，对吧？体育保障名额这样子，或者他今天是什么少数民族嘛，原住民嘛，对不对？好，所以谁说今天好他拿减免学费又证明他那个最穷的是他老爸这样子？好，甚至你还可以说什么？谁说老爸穷就等于全家都穷，对不对？好，有没有可能今天好老爸虽然穷，但是其实家里面是很富有的这样子 ？OK， 好，来，那我们来看。今天这个地方要问的是 assumption， 好，那肯定的，我们这时候就要有一个预想方向了。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你的证据是完整的，好，你要确保这些证据不会有其他的额外的，就是新的证据来打脸你原本的证据，这叫什么？保证证据的完整程度。但第2个方向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你要确保说今天减免学费跟什么？减免学费跟这个就是家里的贫穷程度，老爸的贫穷程度是有关联的，这样子，越穷的学生才是被减免学费这样子。好，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2个方向之后，我们来试试看这5个选项哦。好，请大家花点时间，好，慢慢的看这5个选项。好，那我们先来看哦。好，来 A 选项说什么 ？Anybody in 16th century London who make clothes professionally would have to be a member of the Merchant Clatter's Guild. OK，
好，说什么做衣服的就要加入工会，可是问题是我要证明你老爸的穷，是你老爸是不是穷了，对不对？好，你拿学费到底是不是因为你老爸穷，对不对？好，你跟我讲做衣服的人要加入工会，这有任何的关联吗？对不对？我又不是要去证明说你有没有在做衣服，对吧？所以这个 A 选项是什么？ A 选项是相对来说是无关的。 OK， 好，那 B 选项说什么？说今天呢，好，这个人他加入这个学校，不代表说他今天会加入，未来会当裁缝师。奇怪了，我今天又不是在问你的志向，对不对？我只是在看你老爸是谁，又没有在问你未来想做什么，对吧？所以 B 选项也是明显的无关。OK， 好，那 C 选项说什么？说 No member of the guild， 好，could become guild warden in 16th century London unless he was gentleman。 好，你们发现一件事情，今天他在讨论的是什么？他在刚刚讲的是说，除非今天这个人是上流社会的，不然不可能成为什么？不然不可能成为工会成员。不对啊，我今天要讨论的不是这些大人之间的游戏，对不对？我要讨论的是这个小孩他拿减免学费这件事，到底他家境怎么样，对吧？好，你会发现 C 选项他完全没有在 care 这件事，他在讨论的是今天好这个进入工会的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上流社会的人？可是问题是，就算你是又怎么样？就算你不是又怎么样？好，我们要证明的是小孩到底是不是你生的嘛，对不对 ？OK， 好，你要证明的是小孩拿减免学费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推到说今天他就是家里面是很穷的？好，那你今天跟我两个大人比有钱，两个大人比社会地位，这有任何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 ？OK， 好，那再来，D选项说什么？说今天好。家人是工会的，那么小孩子也会是工会的人，这样子 ，OK， 好，可是今天这个逻辑要小心哦。好，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那今天是不是在这个学校的人都是什么？全部人都像爸妈都一定是工会成员？好，你可能会想这件事情，对不对？好，可能想说，Dustin这边好像有关联，就是如果今天怎么样呢？如果今天在这个学校的人里面，大部分的人的家长都是工会成员的话，是不是代表说这个人是更有可能是什么？这个小孩子他进入这个学校更有可能是怎么样呢？更有可能今天他的这个爸爸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第二个人，对不对？就是工会成员里面的其中一位这样子。可是问题来了，就是什么？就是说他只是说大部分在这间学校的人，他们家里都是工会成员，不代表说在这间学校里面的全部人的爸爸都是工会成员，对不对 ？OK， 好，所以今天怎么样？他还是有可能今天这个人的爸爸其实不是工会成员 ，OK， 好，他只是说大部分人的爸爸都是工会成员，不代表全部人都是，所以今天还是有可能怎么样呢？还是有可能这个人爸爸其实是什么？云游的诗人 ，OK， 好，不是云游诗人，云游的这个就是 freelancer 这样子。好，更重要的事情是他根本没有在 care 我们文章里面这个证据与结论的关联性这样子。OK， 好，那最后我们看E 选项说什么？说今天好。The Merchant Taylor School did not reduce its fee for the children of the more affluent guild members。什么意思？就是对于家里面有钱的怎么样？对于家里面有钱的成员呢，他不会去减免学费。换句话说，他还告诉你什么？他还告诉你减免学费跟谁？跟什么？跟有不有钱有直接的关联性，对不对？好。只会对穷人减免学费，不会对比较有钱的人减免学费。所以这个时候E选项就是在干嘛？就是在回到文章里面去证明说，你刚刚跟我讲说，因为他拿减免学费，说他的小孩子，他的老爸一定是最穷的。好，那今天你说，你说我听不懂什么叫减免学费叫最穷的，我天资不太够，你的证据跟你的结论有什么关联？那今天E选项就在告诉你说什么？告诉你说，来减免学费呢，今天学校不会帮所有人减免学费。如果家里是有钱的话，那学校就不会帮他减免学费。所以我们可以从减免学费这件事来看到，他们家里一定不怎么有钱，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证明说，三个人里面最穷的那一个，更有可能是他的老爸。所以E选项在干嘛？在帮你架桥 ，OK， 好，帮你把证据与结论之间的关联性拉起来。好，你的最后的证据叫减免学费，推到结论叫做他爸是最穷的。但是今天没有人知道减免学费跟穷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的关联，而E选项就是把这个必然的关联拉起来了，告诉你减免学费的理由就是看家里的经济状况这样子。OK， 好，所以这题答案是E选项。好，那我们当然要再来看一个基金的题目，好不好？好，来，你可以看到。欧洲的羊会感染一种痒病，使得羊只全身发痒。学者表示，这种病可能是从中国传来欧洲的。OK， 好，来，因为中文字的“痒”里面有“羊”的字根，而中国的象形文字都是根据曾经的生活经验所创造的，这样子。好，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今天他要用象形文字里面有“羊”的字根。好，什么字根？就像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象形文字里有“羊”的字根。
好，来证明当时中国人就早就知道说阳跟阳是有关系的，证明当时中国人就早就知道说阳会得阳病这样子。OK， 好，那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哦，就是今天你的证据跟你的结论之间有没有关联？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今天你的这个证据的保存程度有没有完好 ？OK， 好，所以这边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想出2个方向。好，第一个方向，你的证据跟结论有没有关联？好，没有，应该说第一个方向，你的证据有没有完好？难道以前的字跟现在的字是一样的字吗？对不对？有没有可能以前的阳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跟 each 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可能以前阳这个字代表别的意思？好 ，OK， 这就是什么？证据会不会经过改变 ？OK， 好，就是中文字的阳现在看起来是讲 each 的意思，可是有没有可能这个字以前它其实指的是别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证明当时的中国人其实把这个字跟 each 的概念连接在一起，这样子哦，你就不能证明里面的阳这个字根也是跟 each 是有相关的。这是第一个叫什么？叫做证据有没有受过改变 ？OK， 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方向我们来想，好，第二个方向叫做今天这个中间的关联性是什么？对不对？关联性是什么？你说中国的象形文字是透过曾经的生活经验所创造的。可是今天你又跟我讲说什么？说这个病当时是由中国传来欧洲的。可是问题来了，今天你只能证明说当时的生活经历里面阳跟阳是有关系的。好，但是不能代表说这个阳一定是当时的这种什么，一定是这种阳病，对不对？有可能是别的原因，对吧？好，比如说阳本来怎么样呢？皮就比较就是嫩，很容易发痒，但不一定是当时欧洲的阳病，对不对 ？OK， 好，譬如说时间不一样，地点不一样。好，中文这个字阳这个字被发展出来的时候，比如说可能是10世纪 ，OK， 但是呢，其实欧洲的阳病最早是可能什么样？可能今天好9世纪就出现了这样子 ，OK， 好，所以时间不一样，对吧？好，然后再来就是今天阳这个阳，好，就是当时的阳就算会发痒好了。好，就算今天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经验是看到羊常常会发痒，但不代表说当时发痒的原因就跟现在这个发痒的原因是一样，对不对？就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痒病是一样，对吧 ？OK， 好，更重要的事情是，就算你能证明中国当时有痒病，你也不能证明说一定是从中国传来欧洲的。有没有可能今天是倒回来，从欧洲传回来中国的 ？OK， 所以我们发现，今天我们只要去攻击证据与结论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就可以分享到好多的点。像我们刚刚所讲的，第一个，谁说生活经验就一定等于什么？一定等于养病？就算今天生活经验看到阳会痒，但不代表这个阳病也等于欧洲的阳病。再来，谁说这个生活经验刚好跟欧洲的那个阳病的时间重叠？有没有可能今天怎么样呢？就是这个生活经验是10世纪的，但是呢，欧洲阳病其实更早9世纪就出现，所以不可能传过去，对不对？好，第三个就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地点的关系。就算今天有养病，也是同一种养病好了，但是不代表说一定是从中国传去欧洲的。有没有可能是从第三地同时传入中国跟欧洲？有没有可能今天是从欧洲传回去中国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在质疑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其实同时用到了他音，我们也同时用到了地点跟时间的不一致。OK， 好，所以你看，像这地方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引导出3到4个方向。第一个叫证据改变，再来就是什么？没有直接的关联，养不一定等于这个养病。再来就是什么？时间的不一致。好，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地点的不一致，有可能是欧洲传回来，或者是第三地传到中国跟欧洲的这样子。好，那当然这个题目它官方的答案是这样子。好，就是说同一个文字在创造透到现代的几千年间，意义没有改变过。意思就是对到我们刚刚讲哪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讲的证据有没有经过改变这个方向。OK， 如果今天养这个字在以前根本跟 each 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证明里面的阳这个字跟养病是有关联的这样子。好，他还讲的是什么？证据保存程度的概念。OK， 证据有没有改变意思，对不对？好，如果阳这个字改变意思的话，代表它证据指向就是不同的资讯这样子。好，那当然我们不要忽略的是，我们今天要想还有可能有什么样的方向答案，对不对？还记得我刚刚说什么吗？还有可能是什么？还有可能今天是这个象形文字出现的年代，好，跟欧洲出现的年代相比，欧洲的养病出现的年代比较早，对不对？好，然后呢，象形文字出现的年代比较晚，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证明说一定是从中国传去欧洲了，对吧？好，所以你要确保的是什么？因为它是假设，所以就是年代不晚于欧洲养病爆发。OK，
好，就是象形文字的年代，对不对？这个养字出现的年代不晚于欧洲的这个就是病的 outbreak。这样你才能证明说，今天在中国的养病一定是早于什么？早于欧洲出现的，才有可能会去证明说中国的养病会传去欧洲，对吧？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假设说这个中国就是全世界只有一种养病，全世界只有一种养病 ，OK， 羊只会感染一种养病。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时的中国看到羊发羊感染那种疾病，就会跟欧洲所感染的疾病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子。OK，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第一点嘛，对不对？你要确保当时没有第三国，好，也有养病的疫情出现。OK， 好，或者是你要确保当时不是从欧洲传回去中国的。好，因为这是假设题，所以我们今天方向都换成什么？确保意外不会发生这样的概念。好，所以你看，为什么今天你常常 CR 会觉得5个选项都选不出答案来？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题目，当然也是因为题目出了刁钻，可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平常没有去尊重一道题目。什么叫尊重一道题目？就是遇到一道练习题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把重点放在你做对或做错，或者是今天看不看得懂答案，因为今天这道题目它可能会有变题。今天这道题目，你要把自己当做出题者，你要去想它还可以怎么出。你想的越多方向，代表说你把这道题目的逻辑好，就是榨取的更淋漓尽致。也就是一道题目，对不对？你不要只是喝到汤没有吃到肉，好，只去看正确答案，只去了解正确答案，这就是喝汤，什么意思？这个题目未来考试是不会再出了 ，OK？ 但是如果你能够用这个题目去预想其他可能的方向的答案的话，把自己当出题者去跟出题者比智力的话，这时候你才是真正吃到了这个汤里的肉，代表说把这个题目的价值发挥的淋漓尽致，这样子 ，OK？ 好，所以请各位记住哦，之后在准备的时候，你也要怎么样？你要好好去练习说如何去预想到所有的可能性。好，那最后呢，我们用这2个题目来收尾，好，让大家来按一下暂停，试试看这2个题目要怎么去做 ，OK？ 好，来，好，那我们按下暂停完之后，对不对？好，现在我们看这2道题目。好，第一道题目是 weekend 题。好，他跟你讲说，今天呢，这个我们发现有一道地图里面，他把欧洲跟北美洲画在一起，所以我们认为说什么？认为说今天过去好，在哥伦布之前，因为西元前400年是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前 ，OK， 哥伦布大概是就是15、16世纪那个时候才去航海探险去抵达美洲的。但今天史前时代就已经有人画地图了，就已经画出了北美洲了，这样子 ，OK， 好，所以这个时候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认为说，当时很早就有人知道美洲大陆了，可是后来有学者表示说，这个地图上的墨水成分其实在过去根本没有，所以认为这张地图是伪造的。所以你看他使用的证据是什么？他使用的证据是说，因为你的墨水年代不对，所以呢，今天你的地图是假的，所以还用墨水的年代去推什么？去推地图的年代。好，那这时候我们当然就有2个方向。好，第一个方向是什么？第一个方向就是你的墨水曾经被人家改过、被变造过，对不对 ？OK， 好，就是你的证据保存程度不完全，你们墨水的年代不能代表什么？就是你的这个证据它的保存是有问题的，或者它经过变造过。好，所以你看这个题目对不对？其中一个方向就是什么？你的墨水不是当事人所用的，而是后人去用的 ，OK？ 后人去补它的时候，或者是帮它修复的时候，好，用了其他的墨水，所以有可能墨水年代比较新，可是地图本身的年代其实并没有那么新，所以这道题目对不对？好，请你看这2个选项，答案是谁？答案是 B 选项，这样子 ，OK？ 好，那 A 选项它虽然跟你讲说其他的证据都符合要求，好，就是指的年代也是西元前400年，可能今天画框的年代，好，或者是上面的这个签名的这个人也是西元前400年，可是问题是你还是没有回应到这个文章所提出的证据跟它的结论的关联性，这样子，你只是拿出了其他的资讯，但是呢，今天你要去 weaken 它的话，你就一定要干嘛？去针对他所提出的证据。去说他的证据是不完整的，或者他的证据无法直接连到结论。OK， 好，再来我们看第2题的地方。他说某个历史学者在他的书中提到了以下论点，说马可波罗到中国理应经过万里长城。好，而且一定要为了长城的雄伟而惊叹，是什么鬼啊？来，这个学者也是蛮好笑的，这样对不对 ？OK， 但是却不见他的游记中描写过长城，反而描写了一些不那么有名的建筑。所以呢，马可波罗肯定没来过中国，是道听途说的。OK， 好，他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嘛，对不对？来中国就一定要去长城，对吧？好，那今天长城这么有名，结果
既然你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根本没有写过它，代表说你根本没来过中国这样的概念。OK， 好，来，那这时候你要注意到，好，我们来看要怎么去 weaken 它。好，这一题对不对？这一题答案是 A 选项。OK， 答案是 A 选项。为什么？因为今天呢，有没有发现历史学者对不对？历史学者他在推论的过程之中，他是假设什么？他是假设说，今天你来中国就一定会去长城，对不对？去中国就一定会去长城，因为长城这么有名，对吧 ？OK， 好。但是呢，这个假设，这个推论的关联并不是一定的。谁说今天长城一定是有名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 A 选项直接是针对什么？针对它的证据跟结论的关联性去做反驳。他说有名的你一定会去，你竟然不去有名的，代表说什么？代表说今天你根本没去过这样子 ，OK？ 那今天我们就要证明说，谁说那个时候长城是有名的？有没有可能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跟过去看到的长城不一样？现在看到的长城很漂亮、很壮观，所以呢现在是有名的。可是过去看到的长城怎么样呢？这个东西其实太过残破，所以当时是没有名的。所以就证明什么？证明说这个学者中间的推论其实怎么样呢？无法去完整的推到结论。好，学者说什么？去中国，因为长城有名，就一定会去长城。你没有去过长城，代表你没有去过中国。但是呢，直接把中间的连接断掉了，跟你讲，就是去中国跟去长城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好，有可能去中国，因为长城没有名而不会去长城这样子。OK， 所以这边走什么方向？这边走的是什么？走的是去切断证据与结论之间的必然关联这样子。OK， 好，那你看 B 选项说什么？对当时的风土民情的描绘都相当准确，可是问题是今天道听途说也是可以描绘的很准确啊，对不对 ？OK，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根本还是没办法排除说它是道听途说的可能性。好，没有人说今天一定要来过中国才能描绘的准确，有没有可能去听别人讲也可以描绘准确？也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的 B 选项并无法去削弱这样子。OK， 所以这题答案是 A 选项。好，来，所以简单来说，我们来就是很简单的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去做考古题。好，当然其中一个点是你要去继续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 ，OK？ 好，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害怕考古类型的题目的话，你一定要去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做阅读训练的时候，去多抓一些历史类型的文章，多抓一些考古类型的文章，好，然后呢去做阅读训练，这才是从根本身上加强自己的阅读能力。因为你如果没有阅读能力的话，你后面都没办法去做 ，OK？ 好，但是呢，我们在处理逻辑身上，好，我们可以针对什么？一个中心思想叫做我们要如何惹一位考古学家生气。当他把他的证据兴高采烈拿给我看的时候，我要怎么去泼他冷水？第一个，直接跟你讲，你的证据还不够，你的证据不完整，或者你的证据怎么样呢？太烂了，你的证据本身保存的状况不好，好，所以我们无法推知你的证据跟当时的证据，跟当时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变造过，或是不是有改变过这样子。好，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就是什么？就是说，就算你的证据是完好的，就算你的证据是足够的，但是你的证据可以推出其他的可能，而且或者是你的证据的时间跟地点跟当时也不一致，所以你的证据不能跟当时你要推出的结论是有关联的这样子。OK， 好，那反过来讲，就是如果今天是加强题或假设题，只要今天对方回应我的问题的时候，能够告诉我说，我更有可能让我的证据变得完整。我能够想办法让我的证据变完整，我能够找到额外的资讯，让我的证据更丰富，或者是今天怎么样呢？对方好好的跟我讲我的证据跟结论之间的关联，把这个中间的断桥补上来了，那么这个时候那个答案就会是什么？就会是加强题或者是假设题的答案。它其实是同一个概念，只是今天差别在于你到底是要站在一个教考古学家冷水的立场，还是你要站在一个遇到浇冷水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说服对方的立场而已，这样子 ，OK？ 如果你要做小裸题，就是要站在什么浇冷水的立场；如果你要做的是加强或评估题，你就要站在什么立场？站在那个耐心的回应对方质疑的人的立场 ，OK？ 去把什么证据补强，去把这个中间的关联好好的清楚的说一遍，这个时候它就是加强题或假设题的答案的这样子 ，OK？ 好，来，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就是考古类型题目的这个 CR 这样子。
好，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说，好，我们目前的终结者就是好，两期办下来这样子，就是互动还不错，然后呢，就是已经开始有学员陆续的处分了这样子，好，然后呢，都是从就是大概 verbal 10级甚至20级，然后呢拉到32到35以上这样子，好，所以目前为止我还觉得蛮满意蛮欣慰啦这样子，好，对，那各位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写课表在这个地方 ，OK， 好，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是完整的读书计划，那当然包括就是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就是指定作业，还有线上讨论，好，还有所谓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作业的这个30小时以上的讲解，好，都会在这整个完整的 package 里面呈现给大家。这就是 Dustin 现在最重视的一个班叫终结者的这个课程，这样子。OK， 好，那么下一期所开的时间呢，会是什么时候？好，这是会是所谓的好8月23号到10月22号这2个月的时间。好，那8月1号开始报名，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再去上网搜寻 Dustin 的空格 Verbal 终结者或 Dustin 空格 GMAT 终结者，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这样子。OK， 好，那当然今天这也不是必然的。好，我们今天重点还是要放在就是自由学习身上。好，所以广告时间结束。好，就是最后跟你讲说，如果你今天未来想要知道更多关于 GMAT 准备有关的东西的话，也请你赶快去 follow 这个网页，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把这个频道订阅起来 ，OK， 好，你可以赶快花一点时间去看我们过去的这几集的这个特辑。好，我们会轮流用礼拜4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 HCCRC 上面的这个进阶高分的解题观念，这样子 ，OK， 好，那到这边为止哦。好，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的关注 Dustin 的部落格 ，OK， 我是 Dustin， 我们下次见，拜拜。